李现再度携手杨紫，一场无法移开视线的甜蜜与励志盛宴。再次同框的火花，熟悉的悸动重燃。娱乐圈中，有些组合仿佛自带磁场，不论他们多久没有同框，只要再次出现在一起，瞬间便能点燃无数人的心。李现与杨紫就是这样的存在。他们曾因合作而被观众喜爱，那份默契，那份眼神交流，早已深深烙印在观众心里。如今，他们再次同框，不仅仅是画面的重逢，而像是一段甜蜜故事的续写。当镜头捕捉到两人彼此注视的瞬间，观众仿佛同时被拉回到自己的初恋记忆里。那份悸动，那份不言而喻的温柔，让人心头一暖。杨紫的造型之争，美学与共情的双向奔赴。当讨论绝美还是显老时，很多人其实是在表达对我心中该有的她的期盼。杨紫这次选择更厚重、更具仪式感的古装妆发，的确牺牲了部分甜减龄，却把角色的历史质感拉满。镜头语言有其残酷，高发髻、宽袍、沉色调会放大面部线条与神态，稍不留神就显得成熟，但它也有温柔的一面。当她低眉抬眼，含笑不语，眉眼间的松弛与笃定，恰恰让人物更立体。我们何尝不是在两种渴望间摇摆，既希望真实，又期待永远年轻。也许对演员而言，勇敢地让少女感退一步，把角色感请上台，本身就是成长。对观众而言，允许她变化，看见她尝试，是另一种温柔。审美不是单选题，它像一条河，既能容纳盛装礼序，也能拥抱轻盈灵动。若你曾被生活催促，被评价左右，那就更能懂这份选择的难。与其讨好所有的目光，不如对角色、对自己坦诚。被理解的装束才最美，而理解来自我们彼此的耐心。李现的眼神，克制里的火焰与安全感的来源。很多人说，看李现不需要台词，只看眼神就够了。其实这背后是训练与感知的叠加，微表情的收放，呼吸的频率与对手戏的听。他不是单纯看着杨紫，而是在聆听角色所处的当下。当他目光先落在对方眼底，再轻轻移向唇角，观众会本能地捕捉到一种被注视、被理解的感觉，这就是安全感的来源。克制是他的手法，不过度用力，不抢镜头，而是把能量递给对方。于是你会看见一种温柔的主导，让对手更好，自己就更好。宠溺感为什么真实？因为它不靠外放的撩，而靠细微的手，说台词前的一个轻呼吸，对方说完后不急着接话的半秒停顿，镜头外给伙伴的目光确认。生活里，我们也渴望这样的注视，不评判，不打断，只是接住你。当这种目光落在荧幕上，观众会把个人经验投射其上，回忆一次被温柔对待的时刻。演员的任务是把光打在人心最柔软的地方，李现选择用看的方式，让你知道你被看见了。默契升级还是尴尬重逢？复位化学反应的三部曲，久别重逢的搭档最怕滤镜碎掉。但真正的默契并非凭记忆续杯，而是靠复位训练，找回节奏，建立共识，现场即兴。第一步是节奏对齐，读本时不急于演情绪，而先用走位、停顿、转身角度去找彼此的呼吸，当两人呼吸频率同步，情绪才有落点。第二步是共识搭建，确定彼此的角色底色，他的倔强从哪里来？他的温柔如何不流于表面？共识越清晰，现场越不尴尬。第三步是即兴互托，拍摄时把镜头主权让给对方，台词递到嘴边，稍等对方的目光回馈，身体位于边框，却主动打光对方情绪。这些观众看不见的技术动作，其实是在传达我信任你。而观众介入的瞬间，往往是两人一起笑场，一起补救，或在对方忘词时一个自然而然的接力。你会发现，尴尬不再是问题，它成了生成新的化学反应的土壤。我们的人生也如此，关系的回温从不靠一次盛大重逢，而是靠一次次小小的接住。当他们用职业素养与同理心把对方托举起来，我们看见的已不止甜，是彼此成全。剧情的厚重与励志力量，
把普通人的野心说得动人。这不是单线的甜，而是把爱情、事业与责任缠绕在乱世洪流中的群像书写。女主的成长不靠开挂，而靠一连串可验证的选择。识别机会，看见一朵在别人眼中无用的花，建立能力，从土壤气候到交易路径的硬核学习，承担后果，试错，赔付，再起，把热爱转化为生产力。男主并非护送的骑士，而是同路的合伙人，在他冒险时提供风控，在他失落时给出复盘框架。两人之间最动人的不是对望，而是共创，把个体心愿揉进集体福祉。当百姓需要生计，他们就让产业链延长，让技能被复制，让一处微光照亮更多屋檐。励志从来不是喊口号，而是把痛点拆解成任务清单，把我想要变成我能做。看这类故事的人，往往也在自己的泥泞里前行，可能是创业早期的现金流焦虑，可能是家庭与自我价值的拉扯。剧情的意义在于提醒，挫败不是终点，它只是反馈。愿景不是浪漫，它是配得上坚持的理由。当你愿意为一个更大的答案负重前行，爱也就不再是糖，而是彼此的铠甲与营养。李现的古装首秀，惊艳与突破。相比杨紫的争议，李现的古装造型几乎是一边倒的好评。他曾以现代剧中的形象俘获无数粉丝，如今首次尝试古装，定妆照一出便引发热议。那眉眼间的英气与风度，让人眼前一亮。这还是我们熟悉的李现吗？简直惊艳到不敢认。网友们纷纷留言，从现代男神到翩翩公子，李现完成了一次极具挑战的跨越。对他而言，这不仅仅是换了一身衣服，而是演技与气质的双重突破。默契的延续，熟悉感与惊喜感。当李现与杨紫再次对手戏，观众最想知道的就是他们之间的默契是否还在。答案显而易见，哪怕久未合作，他们的互动依旧自然流畅，仿佛从未分开过。一个眼神的交汇，一个不经意的微笑，都能引发观众的无限遐想。这种默契是时间淬炼的结果，也是两人彼此信任与理解的体现。剧情的厚重与励志力量。国色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故事，它还承载着家国情怀与个人成长的力量。杨紫饰演的女主角不再是依赖男性的柔弱女子，而是勇敢追梦、敢于担当的女性代表。李现的角色也不仅是守护者，而是与他并肩作战的伙伴。他们在乱世中共同奋斗的画面，不仅仅是浪漫的爱情，更是对梦想与信念的赞歌。这正是作品最打动人的地方，它鼓励观众，即使身处困境，只要心怀勇气，终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。争议与热度，观众的参与。一部好的作品，注定会引发讨论。国色的热度正来源于此。有人热议杨紫的造型，有人惊叹李现的突破，有人猜测剧情的走向。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作品在现实世界中的另一种延伸。观众的每一次争论，每一条评论，都是作品生命力的一部分。一场无法错过的盛宴。李现与杨紫的再次同框，不仅是甜蜜的重逢，更是一次视觉与心灵的盛宴。他们的默契依旧，他们的突破令人惊喜，而作品所传递的信念与勇气，更让人心潮澎湃。这不仅是一部剧，更是一段关于成长与梦想的启示录，给观众的一封信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感谢你们一路以来的支持与陪伴。你们的每一次点赞与评论，都是我们继续努力的动力。如果你也被李现和杨紫的同框画面所打动，如果你也期待他们带来的惊喜与感动，那么请留下你们的声音，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吧。你觉得杨紫的造型惊艳还是显老？李现的古装首秀有没有惊艳到你？你最期待他们在剧中的哪一幕？别忘了订阅，我们将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与分析。